每天夸夸自己，嗯，每天更开心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先来第一个，就嗯是这就是我过去的嗯一年嗯8个方面，就是哪个方面有一些发生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，嗯，个人生活和家庭。唉，没有变化，谈他没我有变我化有一个大的变化，就算是搬进了新啊！家，算是对对对，今年。你啊，搬入新家，对，你们呢？唉，我呢，我想好到一气愤哦！个事呢，就是谈了一场很快的恋爱，就是1个月，哦，然后就分手了。唉，小兔呢？嗯，我没有变化呀，个人生活、家庭就没变化，我也没有，一如既往，一如就既往的单身，做老对，师。也是对单身狗。那就下一个那个，事业、学哎，业。那就分享我的。我觉嗯得我的事业呢，嗯有变化，就是我主动的调整了一下，因为我以前就是也上课，然后也想做这个自媒体视频嘛，然后就是总是觉得，嗯哎呀，我没有时间做这个自媒体视频，因为你上课时间很散，然后所以我今年的调整就是把上课的时间调少了，然后就是空出一些时间，我可以有更多精力做这个视频。然后呢，今年也嗯找一个人帮我剪，所以我有更多的精力去专注在创作视频这个方面。然后呢，今年也开嗯始有了收入了，就是开始网站做起来了，然后开始有会员来了，然后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，就是在优化，属于这个过程中。所以我觉得就嗯是前几年的积累，就是很乱很乱很乱，终于今年可以走上这条路了。就虽然刚开始走，但是可以知道往这个方向走了，就是也可以也走上来嗯了。是这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业上的事情变化。嗯嗯，太好了！哦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的变化就是我当了班主任，下半年。你你喜欢这个变你化吗？更喜欢就怎么说，只能说叫接受，不能叫喜欢。就因为我这个当的班主任是接班的，接的是新8年级的班，不是说从头带起的，就相当于一个后妈的角色，挺难的。所以就是，就是接受，但你说喜欢谈不上。嗯。嗯，那 但是 Amber，你现在有事用 AI 帮你做视频吗？有，你可以一些历史的视哦，频，我用 AI 帮我做。然后前一段时嗯嗯间我还做的学怎么样？了那个智能体，哇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弄智能体。然后因为我一直想做那个，想学习这些编程啊、AI 什么的，然后也没有时间弄，嗯所以我前一段时间那个汉语证书它要更新嘛，就你要必须选一个课程，我就刚好选了那个智能体。然后觉得哇，太爽了，学习新的东西。哎，对，这个也算学习，就是有机会学习智能体，这个 AI 这些东西。然后我觉得智能体就是你把AI 变得更智能，就是你跟他说一句话，比如说帮我做一个历史的 PPT，然后他就完全全都帮你做出来了，帮你做很多决定，用什么图，然后讲什么故事，最后直接给你一个智能体，就相当于你用 AI 做成了一个 App，差不多。嗯这个 app 是很智嗯能的。比如说那个豆包，你可以用豆包里面它有这个你自己做智能体的这个功能，你也可以用别人做好的智能体，其实你自己做都可以，但是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好用。但是你要想让哦，它真的能适合你自己的这种想要的功能，你还得再学习。我只是学个皮毛。我觉得你可以试试那个 Manners，特别好用。哦，是吗？你有用它的智能体了吗？还是用它的别的功能？没什么觉得。嗯，我有用它写 PPT，然后嗯但是它可以做 APP，它自己可好以做，就是好的，你不需要自己写代码。你呢？到这儿了。我的事业、学业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吧，反正就是还在上一些课，但是就是几个老的学生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，所以去年一年也没有做什么视频。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嘛，就是
我觉得有个蛮大的变化，就是有一个新的团队了，因为之前就带着两个刚毕业的小朋友，还是挺嗯吃力的。但现在是我觉得团队更好了，所以感觉现在更轻松一点。嗯，你变嗯，成合伙人了吗？我一直是名义上的合伙人，嗯你们叫名义上的。就是股份还没有给我，但是承诺要给，就现在还嗯，没有转，所以是名义上的。好，我们下一嗯，个，倒入到休闲爱好创那旅游吧，造力啦。你说去看了苏醒的演唱会，哇，啊，在哪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在杭州，这是上哦，半年的事儿。然后还有太湖音乐节，就都出去玩了。哇，还有阳朔，啊，对，爱好方面有没有？就写了几次字啊，练了几次字啊。哦，嗯有一个事儿是那个我北京的朋友，他那个就是上映的那个动画的那个名字，让我用书法写。啊，那在上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写的字了。嗯，就是对大标题。回头我跟他说一下，上映了，已经告诉我。嗯嗯嗯，，Amber 呢？嗯，休闲的话，其实也，我觉得今年我特别越来越 i 了。就是我的休闲，就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，我就很想哇，我就是完全一个人看一下书，或者是看个电影这种，我就觉得，然后运动，比如说今年看书运动，这个是我最大的爱好，是我很享受的，所以也是休闲的时候做的事儿。还有最近也开始做的，就是我每天上午给自己1个小时的时间，这1个小时就是看书。因为以前总觉得自己没有，现在就是空出1个小时，你就是看书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上午啊，我享受了这1个小时看书，我觉得我把我想做的都做了，然后呢就可以很满足的开始今天，然后更很有活力，这样。嗯，我现在觉得我的爱好就是都可以和生活不是和工作融合在一起。比如说我很喜欢看书，那我就可以把我看到的输出分享，一个对我自己也很好，就是有一个复盘，另一个呢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。还有呢，比如说我很想 AI，然后呢这个 AI 我学习这个还可以把它用到那个网站上，所以我现在今年的转变就是觉得，哇，这个工作就是一个载体，你生活的载体，把你别的好厉想做的害呀！东西都可以通过它，通过这个工具载体来实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哇，也会更让自己更享受这个过程。你说读书了，我也听书了，我哇25年读了41本，哦，哇哦，好多啊！《红楼梦》读了2遍，年初读了1遍，1月份读了1遍，然后12月份又读了1遍。今年我感觉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去了巴厘岛，就是我特别特别推荐去的，就是有一个巴厘岛的主岛，还有一个帕尼达岛，那是风景很美，它又比较原始。然后那个巴厘岛的主岛呢，就是它是更偏人文，还有就是我最最喜欢的就是那边的那个瑜伽的做瑜伽的地方。如果谁去，我就推荐所有人都要去体验一下，那个才是真的瑜伽的瑜伽，巅峰。还嗯有还有就是之前不是报了个舞蹈课嘛，舞嗯，蹈班，然后有去每周去学，但是前面2个月我就停掉了。我想新年继续开始嗯，可以。舞蹈，什么方面的舞蹈？现代舞。那我想起来，我今年也挑战了那个古典舞，然后我试了一下，啊，感觉啊，也那是，个算一个挑战。嗯，哇，可以很不呀，都。错。嗯，好，下一个问题吧。下一个是啥呢？嗯，心理健康、心理自我健康认知。心理健康更健康了，更健康。不是就是从不健今年，康因为读变成了了有41本书嘛，然后里边包括一些关于心理的书，好像似乎还挺有用的。我是一直喜欢读这种心理方面的或者情感方面的，然后最近在读一个叫《爱的5种行为》，
啊，啊，它就是教你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，那主要是恋人或者夫妻的关系，但还包括就比如说亲子关系啊什么这种亲密关系，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。我觉得就是持续的输入会能让自己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心态、心理健康跟认知的程度。还有前段时间听的一个关于正念的书，它其实那个是讲的提高你的效率、能效的书，但是很多内容是关于正念，我觉得那个也挺好，就是他教你专注，就什么是正念，其实主要是专注当下嘛。比如说你吃一个葡萄干，就是你把这个葡萄干放在手上，你可以闻它是什么味道，然后看它的表皮是什么样的，什么颜色，然后有一点点皱巴巴的，然后大概是多重，然后你再放到嘴里，就是感受它的味觉跟触觉。你去专注这个当下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大脑的休息，然后也能让精神更放松。我今年有的时候也会练习这个，比如说我吃东西的时候，吃水果，我会吃的比较快，比如说就是吃葡萄啊，吃草莓啊，就恨不得就吃完了，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说，这个是什么味道？就是可能你有太多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啊，我吃，你还有很多可以吃，然后你就忘了它那个味道，所以就会刻意让自己慢下来，这种。嗯，所以 有这 General 种连说刚才说接了。的那个，就是你享受当下，专注在当下，这个也是我练习的。就是今年我觉得比较大的自我的一个认知也算吧，就是要告诉自己要享受这个过程，就时各个刻提醒自己。对，真的各个方面都是要提醒享受过程。下一个啊，那嗯些定义你的习惯，这个怎么说呀？定义你的嗯，习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小兔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听，啊，啊，听书。嗯嗯啊，一说这个习惯，就是这个应该是从以前我就是晚上临睡前是听歌，或者是早晨一起来，就为了让自己快速精神起来嘛，就是嗯闹铃一响，手机打开，第一项是放歌，是这样让自己就是精神起来。24年暑假的时候不是做了眼睛手术嘛，嗯然后嗯从24年开始听书的。就是为嗯了让眼睛休息，然后开始听书，就把早晨的这个听歌又或者听英语就变成了听书，就是一直在听，然后就养成了，其实是养成了这个习惯。还有吗？所以你的习惯听书。那就这个吧。我呢，我也是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听东西，然后呢，就是看书、嗯，运动，然后还有遛狗也算一个习惯吧，就是早晚都遛狗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这好的一个个必须有。好处就是，比如说白天我一整天都在这个那个工作，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家里嘛，然后呢，有的时候你就是很懒，不想出去了。然后呢，或者你工作就是很烦躁什么的，但是你就必须去遛狗，然后必须换一个环境，然后你出去之后，你发现哇，原来外面这么热闹。你换了一个环境，然后你看到那个狗跟别的人玩，跟别的狗玩，你马上就换开心就过来了。所以它就是强迫你必须这个时候去换一个环境，然后特别好。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好，呢？这个好。没有什么别的习惯了。你要咖啡呀？对，这个咖啡那也算吧，就是早上喝一杯咖啡，真的很幸福哦。哎，其实你还蛮容易，就是因为你是属于是自己掌握自己的整个的生活节奏嘛，其实你还蛮容易形成这种所谓的习惯的，就是很规律。这样呢？习惯。我也有习惯，一样的习惯就是听书，但是我是早上就比较短，早上洗漱的时候，还有开车去公司的时候可以听听，因为晚上经常回来都比较晚，然后就收拾收拾弄弄弄就着急睡觉了。但是我觉得晚上听书也是个好习惯，因为有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哦，很晚了睡觉了，那个时候想放松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刷一下视频，然后就会睡得比较晚，这个不好。嗯。然后还有周末的时候会，如果有时间会抽一天出去走一走，徒步，
到山上去看一看，给自己一个调整的时间。然后还有每天早上会写一个自己的工作计划，然后到晚上会看看计划是不是都完成了，基本上都是会按照计划完成的，至少会有一个推动，就不会把事情给落下。明天会更好，这有点是不难是说有一些内容就是现在办的不咋地儿，将来会办的好一点儿？是不是许愿的这个地方？可以，你这理解不错。希望什么明天会更好？我希望我的睡眠就是晚上不要总醒。那我希望什么明天会更好呢？我还希望我的头发明天会更好，能够多一点。我希望我的习惯会更好，不会总断断续续的。你的习惯已经很好了。对哦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你呢？我也要早睡，要运动，还有每天夸夸自己，每天更开心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又加了一条，希望我的英语能多学一点。还有我刚才想到詹老说的那个，就是每天夸夸自己，这个我也有一些感想。我觉得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，我听到身边的人都是挑自己的毛病，或者是觉得什么就是好多都是觉得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位，就是说我现在年龄大了，什么我要快点找啊，要不然的话就是没有人要了，就是类似于这种，比如说这一类的。然后还有什么我太胖了呀，类似于这种。然后呢，就会去看自己的缺点，就是找自己有什么缺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特别是女生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是被挑毛病长大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更应该确信自己的优点，就去看自己优势的方面。我觉得这个也是自我认知这个方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容易自责的一个人，就是觉得自己这个做的不好，那个做的不好，所以我就对我来说，我就是要多给自己正向的确认，就像张老说的，多给自己肯定。然后我觉得，好像这几年就是慢慢的培养，就是越来越愿意去肯定自己，就是看到自己更多好的，所以你就慢慢的这个思维就会慢慢的就觉得，自己越来越好。好的，我们都早睡早起。好的，我去遛狗，好的，还没遛狗。嗯，好了，下周见，去吧，回去吧，下周见，拜拜。在波罗波罗 Chinese.com 有更多视频，也有很多系列，有这个0到1的系列，也有这个爸爸和儿子的系列，也有游戏的系列，玩游戏，你们看我玩游戏，也有 HSK 的故事的系列，有 HSK 的很多小故事，也有辣椒和萝卜的故事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视频，你可以去波罗波罗 Chinese.com 看，谢谢。